不上 YouTube， 欢迎来到 Cookie 讲业 man。我们在东京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日本真的有消失的20年或者30年嘛？失落的日本10年，失落日本20年，失落日本30年这个名词啊，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。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晴空塔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哎呀，上不去了啊！在浅草的晴空塔，今天穿的衣服呢是孙悟空啊，Dragon Ball Super Saiyajin的。今天影片我不确定会不会很长啊，每次拍完之后都觉得很长，因为想讲的话很多。因为我觉得我的观点跟网络上很多创作者的观点不太一样啊，所以希望大家把它看完。那今天影片呢是不会提到说什么很夸张的数据啊，或者很仔细的数据，因为其实做这类型影片的创作者，他们大部分都是收集很多数据嘛。然后，可是我觉得我用我的观点来看，可能会比较好。先做结论，我觉得日本没有失去的30年，也没有失落的20年，但是5年一定有啊，10年可能影响力还在，可是绝对没有20年或者30年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主要就是广场协议，那很简单，就是那时候美国跟日本的关系嘛，日本是美国扶持起来的，不管是汽车啊、制造业啊、家电啊，不管Toshiba啊，还是 Sharp 啊，还是Toyota啊、尼桑啊，都是美国人扶持起来的。后来有一天呢，美国人发现，日本从我这里赚了很多钱啊，那就不行啊，不行，我要把日本的汇率提高，依赖出口的日本就完蛋了嘛。原本这个东西70块我卖1块美金嘛，现在他要用2块美金来跟我买，所以就整个就翻倍了，而且还有关税那些东西。他现在也对待一个国家这样子，就什么出口关税啊、汇率啊，只是现在没有像就是30-40年前他可以这么嚣张。所以反正广场协议签下去之后呢，日本就很惨呐。那个时候先说一下9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日本真的很有钱。日本拥有世界上1/40的人口，可是它却有1/4的 GDP。然后全世界前10名市值最大的公司里面有7间是日本公司。反正 Nintendo 啊，打 game 啊，我们小时候都玩的 Play 那叫什么 Super Mario 啊那些，反正那时候日本真的很有钱。那Toyota啊、Honda啊，满街都是。其实我不想讲到太复杂，你们只要想象，就是当一个地方有钱的时候，会做的2件事情。第一个是去买股票，第二个就是买房地产。那买房地产呢，不可能用现金嘛？为什么不是用现金？很简单，不是因为他没有钱，是因为你用现金，国税局就会来查你啊！就你哪里来这么多钱？所以一定要贷款，买房子一定要贷款，是为了不要让国税局查你，不是因为你没钱。OK， 那是第一个。那刚开始我买这里的房子啊，买这里的房子的时候，哇，只有一种情况会亏钱，就是你买完了，今天1000块，明天1200，下个月变2000，再多1个月变2500。这个有没有跟一个国家10年前很像啊？后来怎么样？股票大跌，1个礼拜跌了70%，很多人没有钱了，然后就银行也没钱了，然后很多人还不出贷款，那银行还不出贷款怎么样？把房子收过来拍卖嘛。那拍卖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这原本买的时候是1000块，可是现在拍卖只有500块，可是我跟银行借了800块，那我还欠300块，那怎么办呢？银行坏账就会变多，然后滚来滚去，就滚到越来越惨。还有一个情况呢，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，日本政府啊觉得，这个市场很差，我要刺激经济，所以用14万亿日币，我操他妈的，不是14亿，是14万亿日币啊，放进市场救经济啊，有没有跟一个国家的4万亿有点像啊？反正都在走同样的路了啊！然后可是这个14万亿日币下去，开始的时候啊，钱都到哪里？都要财团手里啊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再讲一下日本的特点。日本的特点是什么？财团政策，不管是三菱啊、友商啊什么的，他们主要全国呢就集中在几个财团手上。这点跟韩国有点像，跟韩国更夸张啦。在韩国我们有机会去韩国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财团
老屁股啊，所谓老屁股呢，就是他们叫做终身制啦，就是今天你只要员工一进来，你就可以直接做到你退休，做到你退休。不过当然后来就是有被改革掉了。可是，在80年代、90年代，这个制度是很盛行的，它不是一个契约，而是一个默契啊。那些老屁股呢，坐着，你新人就进不来了嘛。那你新人进来呢，你要爬上去，要10年、15年啊。这个就是一个日本的现象。啊，他的财团化呢，就是他掌握了很多。如果今天你不在我这里做，你要出去外面找工作，薪水就很低。那你在这里的薪水虽然高一点，可是你要撑很多年，然后晚上要应酬，要破长官的蓝帕子啊。那个长官叫你做什么呢？你就要做。他蓝帕子，你就要握好好。我们讲的是90年代，是不是？现在还是过了30年。日本现在情况呢，不要讲现在，就是20年前的情况，就是躺平了。就我在一个公司再怎么努力做哈，就是这样，上不去的。经过几次基础建设之后呢，把很多资源都放在东京跟大阪2个城市啊，那这很正常嘛。像马来西亚的资源都会放在吉隆坡，台湾的资源都会放在台北。啊，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。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，他就跟我说，东京很奇怪，那个电车啊，不同的站啊，你还要出去再进站啊，不像中国啊，就是一站到底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东京的电车很多是不同公司的，只要是同一个公司的，你都可以在站里面随便换啊。不同公司的，你就是要出站再进站。这个就是在日本的社会呢，它不是国家来决定要做什么东西，他做任何的城市发展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和企业来做 BOT 合作啊，就是你出多少钱啊，这条线让你管理多少时间啊，可能或者说这条线你每年要给市政府多少钱啊。所以讲完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回到很多2、3线城市啊，他们就开始发展着自己高楼啊，盖机场啊，要子弹列车啊，子弹列车就是高铁，搞到最后呢，银行也没钱了，我们刚刚讲嘛，破产了嘛，就是很多人还不出钱，银行没钱了，然后银行一没钱就是出事情啊，然后股市大跌嘛，这反正很惨，然后烂尾楼就一堆，高铁盖到一半也不能盖了，然后机场盖完之后也没有人，因为没有这么多游客，有没有跟一个国家很像？啊，对啊 ，OK， 那所以呢，整个90年代日本是很惨的。其实这些东西你花个5年，其实它就可以恢复了，其实不难的。我个人认为，日本失落的5年是绝对有的。那失落的10年呢，不一定，可以说有，也可以说没有。可是20年绝对没有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就是整个日本的社会结构就造就了年轻人不想努力。日本的失落除了跟政府让它的利率低以外，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人口老龄化，第二个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第三个年轻人看不到未来，所以他创新就很少。我昨天在和泡泡浴的老板在聊天，因为他想要再开一家新的店。如果今天你开了新店，你的店做比较特色的装修，我就把曼谷我看到的那些东西告诉他。我的总结呢，就是一句话。你如果这么做的话，你在东京你是 No.1， 你是第1名，没有人比你更好了。因为日本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社会，当他要改变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想很多。如果这个东西1个月会怎么样啊？如果这个怎么样？他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城市，是需要去很大的毅力才会改变。因为在他们整个社会里面，就是我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，我要做这件事情，我要想到所有的可能性，然后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。如果你说好啊，就他在技术上面他好，所以东西做完之后才推出。可是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它其实已经蛮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一个风潮，所以我觉得有点难啊。那些20岁的20年后会变40岁，那些30岁的20年后会变50岁，那可是你还有很多10几岁的在慢慢涨上来，就你看不到未来啊，你看不到未来，因为你找不到好的工作。日本还是很先进的，只是很慢，因为它社会已经到一定饱和的程度了。美国也是，德国也是，英国也是，台湾也是，不管是城市的改造或者建造，因为它整个城市已经很老了，
啊，它不可能再往外扩张，没有所谓的我盖一个高铁站就有20万的人口过来。曾经说过这句话的人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多少高铁站都是鬼城。最后呢，我和大家分享，就是我认为为什么日本在2000年之后会这么样的辛苦。其实主要我认为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它跟台湾很像的，就是岛国文化，因为一个岛旁边都是海，虽然潜水很方便，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交流会变很少。你要进到这个岛，你要么坐船，要么搭飞机。民族主义、民粹主义跟交流都会变很少，这是很大的缺点。我打个比方啊，今天法国人跟西班牙人他们是连着的，所以在交界的地方啊，一些西班牙人会讲法语，一些法语的法国人会讲西班牙话。像马来西亚也是跟泰国交界的地方，就是会讲泰文，就是饮食上面、语言上面、文化上面都会融合啊。可是岛国就没有这样子，所以它会形成就是一个自己独特的文化以外，就是非常需要认同感。这个在日本、在台湾非常明显了，就是这个岛国。另外一个就是在90年代之后，日本很强嘛，初期的时候日本很强，后来就是经济泡沫了嘛。那在泡沫之后呢，没有推广英语教育跟国际观啊，国际观又跟岛国文化有关系嘛。英语教育就是他们根本都不需要，所以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。如果在90年代开始推广英语教育，不管是从小学或者从中学或者大学教材，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推广。就是我可以想到他们政治人物的回答，就想说你这样子做会造成学生的困扰，你会让学生不知道怎么去念书，你把数学课变成英文字会造成什么困难？反正我可以想象出他们政治人物会讲什么话，可是实际上就是原地踏步啦，所以英语教育跟国际观是日本错失了一个转型很大的机会啊。那当然还有制造业这件事情啊，也就是从90年代开始，日本的成本越来越高之后，他们把很多产业移到海外，不管是开始的泰国，后来的越南啊，还有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些，还有巴西也蛮多的。可是你却不在国内推广英语教育跟国际观，真的是蛮可惜的。只踏出一小步，然后就这样了，到最后还是财团化，然后就是终身制啊，就是。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已经把很多东西讲我自己的观念啦，讲得很清楚，就是一个国家它会造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不是什么股市大跌就会造成这样子，它其实环环相扣的。日本到底有没有失落30年？其实我觉得没有，30年肯定是没有啦，20年我也觉得没有。最主要的只是社会结构，人口老龄化，然后教育没有改变，老屁股把所有东西都做满了，新人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，然后社会又不改变，没有新的产业出来，就只是这样而已，没有新的刺激啊。今天你一个国家你要有一个新的刺激，像中国这几年是新能源车啊，然后还有之前手机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啦，新能源车是一个新的刺激，在最近这5-6年左右啊，那一个国家有一个新的刺激才有办法。当初日本是靠什么突然刺激起来？汽车产业 ，Toyota、Honda、Nissan、Mitsubishi 啊，然后还有靠制造家电、电视啊，然后冷气。还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们是靠这些起来，有一个刺激，让这个整个国家、整个社会有新的刺激。可是从90年代开始啊，从你登陆之后啦，没有了，日本没有了，全部都是在吃老本。所以日本我觉得没有失落了30年，没有失落了20年，只是社会没有在进步。以我来日本将近10次，我的观察来讲，日本还是蛮有钱的，他们的居住成本跟社会成本其实比纽约、伦敦、台北、上海、北京低，这是我可以肯定的。对啊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里。我还是很喜欢日本的，但是我觉得东京我已经有点厌倦了。下次有机会我们带大家去大阪啊，然后去其他地方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北海道啦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里。
希望这个影片在 YouTube 看到点赞、订阅都打开小铃铛，飞书看到8分钟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